大家好，这里是秋季厨房。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姜黄奶瓜蛋糕。奶瓜营养丰富，颜色金菜菜的，令人开胃，口感又软绵绵的，让人回味无穷。我们会讲怎么选取正确奶瓜泥，如何打发蛋白，制作细腻顺滑的蛋黄糊，正确的搅拌手法让蛋糕更加细腻，如何制作香醇浓郁的奶瓜奶油，还有你不会抹面也照样可以给蛋糕来一个漂亮的装饰。蛋糕中的奶瓜泥我用的是怪头奶瓜泥，原因是因为它的海水量比较稳定，自己蒸制的奶瓜泥有时候海水量多，有时候海水量少，所以每次都要调整方子。而且小小的一罐水用水取，它的质地是非常均匀的，不稠不厚，也不含任何防腐剂。我们开始操作，准备好6个鸡蛋，然后把所有的原料都给称好。这款蛋糕采用7分的制作方法，分为蛋黄糊跟蛋白糊。首先我们把鸡蛋在桌子上磕一下，掰开来，用两边倒的方式把蛋白跟蛋黄分开。这款蛋糕加入了大量的奶瓜泥，所以为了让最后的蛋糕面糊比较稳定，我们把蛋白放到速冻里面去冷冻到冰渣再打发。记得蛋白里面不能有蛋黄，这样会导致打不发，所以有一点点的话记得把它捞出来。首先我们把蛋黄搅散，加入色拉油，两者均为油脂，所以说非常容易混合均匀。你也可以先把牛奶跟色拉油混合了，再跟蛋黄糊混合。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牛奶，继续用手持打蛋器给它搅拌均匀。如果你不知道搅拌到什么叫充分乳化的状态的话，你就给它搅2分钟，肯定就可以充分乳化均匀了。筛入低筋面粉，面粉一定要过筛，否则的话会有面粉颗粒，最后烤出来就会有那种生粉粒，会影响蛋糕的组织。搅拌面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稍微画圈是没有关系的，它没有那么容易出筋。我推荐大家可以像视频里面这样用打蛋器刮一圈，敲下来再转一下盆，这种方式，或者呢可以像视频里面这样垂直握住打蛋器，然后把打蛋器从盆壁往中心刮，这样的话是效率最高的，也是我经常喜欢用的手势。尤其是面粉含量比较多的话，很容易就搅拌成这样看不见粉粒的细腻顺滑的蛋黄糊了。这时候一定要拌到顺滑，因为你一会儿加了奶瓜以后，你就不知道这个是奶瓜的颗粒、奶瓜的纤维，还是你没有拌均匀的面粉。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奶瓜泥以后，继续用这种手势把这个奶瓜泥跟蛋黄糊给它搅拌均匀。自己制作的奶瓜泥记得要调整牛奶跟油的用量，要不然的话会偏稀或者偏干。然后我们加入姜黄粉跟奶瓜派粉，奶瓜派粉你可以忽略不用，但是它可以增加这个奶瓜的风味，带一点点的那种辣味，使整个蛋糕增色不少。蛋黄糊的最后状态是滴下去有痕迹，但是15秒以后又会消失这种状态。我们从速冻里面取出蛋白，这时候刚好冻到周围有一点点冰渣，这时候的状态是最好的。蛋白呢，你可以室温打发，也可以这样冰冻了打发。你看这时候温度是3度左右，但是室温打发呢比较容易打发，但是它不稳定。低温打发呢，它比较稳定，但是呢打发时间要更长。首先我们用最高速把它打发到大的鱼眼泡。打发蛋白的时候，左手转盆，把打蛋器放在7、8点钟的位置移动。打到大鱼眼泡的时候，我们加入1/2的砂糖。打到湿性发泡的时候，我们加入余下的砂糖。砂糖的话，如果量不是特别多的话，分2次加入即可。一次加入砂糖跟分次加入，最后可能会影响蛋糕的高度，但是真的是微乎其微，尤其对这款蛋糕来说是忽略不计的。打发蛋白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左手转盆，不要让打蛋器在里面晃荡晃荡的转，这样的话裹进去的空气会不均匀。一旦看到表面出现这种波浪纹路了，你就要开始慢慢的检查一下，不要让蛋白打过了。这样把打蛋器拎出来，可以画一个歪的接钩，看到没？它出来的分是这种小歪钩，就是你抖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看得出来的，千万不要打到那种特别大的接分。然后我们这时候需要转到低速，给它整理气泡1分钟到2分钟，一定要整理气泡，这样的话蛋白出来才比较细腻，最后出来蛋糕的组织也比较好。记得千万不要把蛋白打得太过。我们重新把刚才的蛋黄糊给它搅拌一下到顺滑，这是个小细节，请不要忽略。然后我们加入1/3的蛋白，直接用这个手持打蛋器给它搅拌均匀。用手持打蛋器搅拌呢，比刮刀效率高多了。
稍微搅拌到看不到蛋白糊就可以。然后我们倒在余下的蛋白里面，用刮刀开始搅拌，从2点钟进8点钟出，一定要抄底。从你抬起来的时候，你是能要看到盆壁，一定要抄底，这样的话才可以把它翻拌均匀。这就是常用的戚风的翻拌手法，这也是做很多蛋糕都需要的手法，大家平时不妨多练习一下。记得时不时要把盆壁刮一下，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死面糊的造成。这个面糊是非常稳定的，尽管我们放了很多南瓜泥。最后搅拌到看不见蛋白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最后的面糊是非常细腻光滑的。然后我们倒到戚风模具里面，从位置稍微高一点往下倒，可以震碎一些大气泡，然后用刮刀把表面稍微抹平整，这一步也很重要，否则你烤出来外形会不好看。撒上一些南瓜子装饰一下，我放的是南瓜子跟奇亚籽，一定要用手这样稍微摁一下，要不然的话烤出来的结果会倒扣的时候会直接掉下来，轻轻的摁一下。155度烤50到60分钟，蛋糕一直往上涨，涨到最高点开始回落，表面金黄即可出炉，蒸出热气，把它倒扣在网架上。脱模的时候，我们直接用手这样徒手脱模，就用手指把它从边缘摁下去，把上部的边缘跟这个模具脱离，然后我们倒过来，把底部顶一下，这样很容易就出来了。底部的话是很容易掰开的，这样脱模不会有很多蛋糕屑产生，尤其是你做生日蛋糕的时候，蛋糕屑很多的话是非常影响奶油的抹灭的。这样一个金菜菜的南瓜蛋糕就做好啦。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组织，它加了很多南瓜泥，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绵密柔软的，比一般的戚风更加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做外面的这个南瓜奶油，我们取一点奶油奶酪或者是马斯卡彭奶酪都可以，用小抹刀给它搅拌到顺滑，然后我们加入糖粉，继续给它搅拌均匀。这是一款非常快手的奶油，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加南瓜泥，所以这里加入一点奶酪是为了起到稳定的作用，要不然的话南瓜泥里面的水分会导致淡奶油很难打发。我们往里面加入南瓜泥，继续用小抹刀给它搅拌均匀。加了南瓜的乳酪是非常好吃的，南瓜奶酪是特别搭配的。我们往里面加入淡奶油，直接用打蛋器把它搅到大概比酸奶更加稠一点的程度就可以了，不用打到特别发。我们一会儿是要稍微的抹在蛋糕的表面，就这种状态就可以。装入标花袋，然后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把它一圈一圈的挤在这个戚风蛋糕的表面即可。取一把抹刀，轻轻的把表面刮平，你不会抹灭的话，就这样把它刮平即可。然后把侧面给它稍微走一圈，修出一点棱角。光吃戚风蛋糕的话呢，口感比较干，所以我们配上一点奶酪奶油的话，整个融合在一起的口感又特别好。但是奶油太多的话呢，又比较腻，所以说我们表面给它装饰一层，这样的话是给最后的口感更佳。表面撒上一些南瓜子、奇亚籽这些点缀装饰的元素，元素对于做蛋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一点点的装饰就会让你的蛋糕增色不少。你看这样的话色调就比较单调，所以我又一会儿在上面放了一点点五颜六色的这种麦片，让它整个的这个颜色更加富有层次感。这样我们一个漂亮的南瓜乳酪戚风蛋糕就做好了，是不是也挺简单的？所以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哦。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没有标花的转台的话，你可以拿一个装调料的这个小托盘，只要它底部可以转动，就可以用来抹面啦，简单的抹面是没有问题的。好啦，我们今天的南瓜乳酪戚风蛋糕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给我留言，我一定会给你们回复的。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大利。